今天给老铁们介绍这部2025最新恐怖片《寻踪迷阵》。突然家中的敲门声响起，大乔赶紧跑去开门，只见门外站着一位神情颓废、浑身油腻的中年大叔。She finally let me go. 这完全出乎意料，丈夫罗伯特陪坐在一旁，大乔被吓得木木呆呆的，脸上的血都没有擦拭干净。他一想起刚才那一刻，脑袋就会嗡嗡作响。然而他却看见自杀者手上拿着一盘录像磁带，他猛地清醒过来，这个自杀的人到底是谁？他手上的录像磁带是否是关键证据？且听金彩彩娓娓道来。故事要从2008年讲起，油管上著名灵异节目的主播小乔留下的这样一段视频。他总感觉有一双眼睛无时无刻的在视奸他非常的害怕。尽管他日常制作的视频就是类似的内容，但是这次他感觉是针对他的。突然门外一声巨响，吓得小乔抖三抖，他鼓起勇气开门看看，可是他再也没有回来。从此小乔就这样失踪了。接着小乔团队的其他3人的尸体相继被发现。这件离奇的案子就发生在俄亥俄州南部达克县名叫谢尔比奥克斯的废弃小镇。当地的治安部门发动所有警力彻查这件案子，可是一无所获。一开始网友认为这是他们炒作的一种手段，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认为这是一件令人震惊的刑事案件。一晃过了12年，小乔的姐姐大乔一直没有放弃对妹妹的寻找。这次他特意找来一位视频博主玛丽录制这件事情，希望能够唤醒民众对这件事情的记忆。他把这件诡异的案子在镜头前从头到尾讲述了一遍，另外还说了这些年他寻找出来的线索，有用的没用的都一股脑说了出来。尤其是小乔这个团队总能挖掘出超自然的灵异事件。一开始大乔认为那些都是小乔团队的人制做出的虚假视频，就是为流量和粉丝点赞而已。渐渐他发现那些视频的内容完全是不同的，而且他们就是要造假，那个成本就会太高，他们根本承受不起。这个团队的领头人就是小乔，这些超自然的事件其实都是小乔找出来的，也就是说小乔有寻找超自然现象的能力，其他人完全不具备。对此大乔觉得小乔不是骗子，但又觉得不可思议。就在小乔失踪前的3个星期，他去本地一座废弃的监狱探险。他在37号牢房的门口似乎看见了恐怖的事情，可是其他人都没有这个能力看见。小乔失踪之后，全世界的粉丝都希望能够在视频里寻找出蛛丝马迹，同时也有了不同的解读。探长老黑也道出了警方详细的破案过程，虽然没有什么结果，可是过程却是认真和负责的。警方至今认为附近的一个废弃的游乐园非常值得怀疑。大乔表示，在小时候，母亲经常带着她们姐妹俩去游乐园玩。 The park closed in the late 90s after a really bad fire. A lot of people think the place is haunted. Shelby Oaks has been a ghost town since the late 90s. 其实那所监狱也位于小镇的旁边。接着大乔讲起自己的事情，她与丈夫罗伯特是在小乔失踪的前2年认识，他们一直渴望有个孩子，可是一直没能怀孕。此时大乔又开始转述探长老黑在小乔失踪的木屋里发现了一些线索。首先木屋的位置也在游乐园旁边，警方在木门上发现红色的奇怪符号，木屋里还遗留了小乔他们的录制设备。人们从那些视频里隐约看见小乔是被绑架了。Was a white male, 6'1", maybe 6'2", based on the height of the window. He was wearing gloves. So basically, we had nothing. 最后老黑表示，警方反复查看这段录像不下500遍。接下来大乔想起在小乔12岁的时候就说过自己被一个男人盯着看。母亲和大乔查看后只发现卧室的玻璃上出现裂痕，其他啥也没有。母亲在他们小的时候还教他们在树上刻字啊和音，这样姐妹俩一旦身处森林里就不会迷路了。说着说着大乔很伤心，眼泪都流出来。视频博主玛丽就让他休息一会，突然敲门声响起，大乔赶紧跑去开门，只见门外站着一个颓废油腻的大叔，于是就发生了片头那一幕。罗伯特陪坐在一旁，大乔被吓得木木呆呆的，脸上的血都没有擦拭干净。他一想起刚才那一刻，脑袋就会嗡嗡作响。然而他却看见自杀者手上拿着一盘视频磁带，他瞬间清醒过来。到了晚上，警察都走了，大乔就把藏在袖子里的录像磁带拿出来，他决定自己先研究一下。这盘录像带是小乔他们从未公布的。视频里他们来到废弃的谢尔比奥克斯小镇上探险，没过几分钟，小乔似乎看见了可怕的东西，
他表示要离开这里，搞得其他人很是不解。第二段视频显示，小乔正在介绍这座小镇之所以荒废，那是因为连续发生人口失踪事件，都把居民吓跑了。小乔表示自己对这里有满满的回忆，小时候母亲经常带他和姐姐到这里玩。大乔看着视频眼泪都流出来。第三段视频显示他们是如何来到那座木屋的。他们一进去就看见门外有个粗壮的男人在那里晃荡着，他们一直不敢出来，直到晚上就更加被吓坏了，因为他们听到有诡异的声音从四周传来，感觉他们被包围了，大家就在那里瑟瑟发抖。大乔也看的是目不转睛，同伴大卫硬着头皮打开门看看。哎呀，大卫被开膛破肚，接着其他2名同伴陆续被伤，随后小乔被绑架了，但是凶手的样貌却被撸了进来，大乔还沉浸在痛苦之中。突然家里有异响，玻璃竟然莫名其妙的开裂了，大乔拿着棒球棍冲了出去，可是啥也没有发现。隔日大乔拿着录像磁带去找老黑破案，很快老黑查清楚这个人了。Shelby Oaks in 1981. He spent 5 years at the old Dark County Correctional for aggravated assault and battery. 接着老黑表示，这家伙出狱后就跟消失了一般。大乔插嘴表示，那所监狱是不是小乔曾经去拍摄过视频的废弃监狱？老黑对此表示肯定，警方肯定录像带里的凶手就是在大乔门口自杀的男人，现在情况很微妙。回去后，这下轮到大乔想不明白了，难道妹妹的案子就这样结案了吗？罗伯特就劝说大乔寻找妹妹这件事到此结束，然而大乔坚持自己去寻找小乔，他相信妹妹还活着。随后他来到图书馆，查阅当年凶手被关进监狱之前所做案子的资料，他得出一个结论，似乎凶手跟某种神秘的邪教有关系，他们都会画一种特殊的符号。接着大乔找到了当年附近监狱的看守，他清晰地记得当年凶手刚刚被关进监狱第3区，一个电脑错误地解锁了第3区所有的牢房，导致那晚发生犯人越狱事件。可是他在现场却看见凶手竟然不逃跑。His door was wide open. He could have tried to run. But he just stood there, staring out the window, totally unaware of all the chaos surrounding him. 当时看守就觉得凶手不简单，感觉在他的背后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在掌控他。现在他反复询问大乔，确定凶手已经死了吗？大乔表示肯定，很明显看守不太相信凶手会死。随着研究深入，大乔发现自从1981年凶手出生后，谢尔比奥克斯镇子出现怪事。1981, Wilson Miles is born in Shelby Oaks. Almost immediately after, the town starts losing residents. Businesses close, crops fail. 到了2000年，镇子只剩下2样东西，一个是游乐园，另外一个是监狱。奇怪的是，自从凶手出狱后，监狱也开始废弃，小乔也失踪了。大乔觉得这个凶手就是小乔口里一直在说的那个世间他的男人。其实这个凶手从小乔10岁起就在暗中监视小乔，除了凶手那5年坐牢的时间以外，大乔清楚地记得小乔10岁那晚，他很害怕，老是尖叫，于是大乔就专门过去陪妹妹睡觉。半夜大乔被异响惊醒，随后他看见玻璃自然裂开，这件事他一直藏在心里，直到现在才说出来。所以大乔得出一个结论，一直以来有个神秘的东西在透过玻璃观察着小乔。后来凶手被神秘的东西控制后，也在跟踪小乔，直到小乔长大后才把妹妹绑架了。大乔觉得自己能把这个结论讲出来，觉得自己都跟疯掉了，没什么区别。罗伯特听完后皱着眉头，一句话也不说。沉默许久之后，他告诉老婆，真正需要被帮助的人是大乔。其实罗伯特从心里觉得大乔是真的疯了。那天晚上，大乔正在屋外浏览妹妹的插画素描，突然一条大黑狗跑来，2只明晃晃的眼睛盯着大乔，这下让大乔感到危险，于是他一步一步地退回房门口。转瞬间大黑狗消失了，大乔回到房间，接着重复观看小乔在监狱探险的视频，慢慢他浮出要去监狱看看的念头。说干就干，他开车来到那座废弃的监狱，他敲开玻璃窗，来到凶手所在的37号房间。这个房间号是看守说过的，他就记在心里了。他在墙上看见 I 和 N 的符号，他确定这是小乔留下的记号。接着他又看见那个邪教的符号，
他正在苦思冥想之际，突然一声异响，吓得大乔瘫坐一旁，紧跟着手电筒没电了，有脚步声从黑暗中传来。哇塞，要不是一只怪手摁住大黑狗，大乔根本是无法开车逃脱的。随后他还不死心，于是驱车来到废弃的游乐园，车上还有一把备用手电筒。大乔就下车找到小乔在树上留下的记号。他还在伤心的时候，渐渐直觉告诉他，在密林的深处应该有什么东西在吸引他，于是他就凭着感觉走进去看看。结果又看见那只大黑狗，这次大黑狗见到他就跑，似乎是在带路。大乔于是跟了上去。不久他来到一栋木屋前，显然里面有人，周围还有邪教的符号，感觉像是邪教的基地。大乔看得正仔细时，突然有个老太婆梅问他是否需要帮助，随后梅把大乔请了进来。大乔看见桌子上摆满了瓶瓶罐罐，又感觉这里像是搞巫术的地方。随即大乔拿出妹妹的照片，问梅是否认识。I can't say that I have. 这话讲的让大乔反倒是无法理解。接着大乔就问这里就是梅一个人住吗？梅对此表示否定。可是大乔也没有看见另外的人啊。梅转身去拿东西，大乔就趁机拿过一把刀藏在衣服里。接着老太婆表示自己跟儿子住在一起，还把儿子的相片指给他看。大乔定睛一看，额迪乖乖，凶手原来是梅的儿子啊。他假装镇定继续与老太婆聊着，然后表示自己饿了，就让梅去找点吃的。她就趁机用手机给丈夫发信息，让他去报警。接着她四处看看，无意中看见一本相册，翻看一看，哇塞，里面有小乔和凶手在这里不同时期的合影，这说明小乔最后应该就是被关在这里。梅姨反身发现了大乔在看相册，于是就表示 You should be proud of her. She was strong, just as I was.She's being given the chance to touch greatness. Where is she? The police are on their way. That will make no difference. Tell me where she is right fucking now! 万万没想到，梅走近几步，掀开通往地下室入口的木板，他先下去，让大乔不要害怕，表示这是他送给大乔的礼物。大乔只好走下去，7拐8拐之后，他竟然看见了被关12年的小乔。此时的小乔已经木木呆呆，不过他还是认出姐姐。奇怪的是，大乔竟然在门口发现了铁门的钥匙，他开锁把小乔带了出来。哇塞，梅姨两眼发光，难道也被什么东西控制了吗？大乔拉着小乔离开这里，可是小乔不愿走，竟然拿着钩矛急匆匆地往2楼跑去。下一秒，大乔看见通往地下室入口处竟然被撞开，于是也爬上2楼。只见小乔站在2楼的房间门口一动不动，里面竟然传出婴儿的哭泣声。大乔实在无法理解，但也只能推开门看看。只见梅划伤自己的手臂，让鲜血滴在婴儿的身上，然后他开始做起某种仪式，口里念着词语。可惜小乔没能把婴儿抢过来，大乔只能先护着小乔。只见梅做完仪式后，竟然伸出沾着血液的大乔也被吓坏了，因为墙上面还有他自己的相片。梅姨狠狠地瞪着大乔几眼，竟然死去，应该是这个仪式耗尽了他身上所有的能量。大乔这时才走进摇篮一看，哇塞，真是一个漂亮的男孩。梅姨说他是变种的，这说明男孩的母亲是小乔，父亲绝对不是凶手。那么男孩的父亲是谁呢？答案马上揭晓。大乔一直渴望有个孩子，所以当他看见这个男孩时，兴奋的都要哭出来了。不久警方解救了他们。发生在小乔身上的这件奇闻被媒体广泛报道，
连西门都认为希尔比奥克斯镇就是个鬼镇。随着时间推移，小乔的精神逐渐恢复，大乔夫妻俩照顾着男孩。大乔又把视频博主玛丽找来拍摄，他认为他们夫妻都要为此适应一段时间，他非常喜欢宝宝。随后大乔去楼下送走玛丽，小乔趁机拿上枕头走向自己的儿子，正要下手闷死之时，大乔回来看见，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It has to die. Honey, think about what you're doing. You don't know what's inside of it. I know my sister's not a murderer. Please. Back away. 随即双方发生了搏斗。这真是没想到，小乔应该是被神秘的东西扔下去的。突然大黑狗不知从哪里窜出来，开始撕咬小乔的身体，不久小乔变成了碎片。这只大黑狗就是地狱之犬，大乔只能眼睁睁哭着看着。这是来自地狱的恶魔出现在大乔的身后，没错，这个男孩就是恶魔和小乔所生。恶魔必须借助男孩的肉体才能永久的降临人间，其实恶魔很早就盯上了小乔，当然大乔是不知道这些事的。大乔随即也被恶魔控制了，他要确保宝宝长大。影片到此结束。这部片子是美国著名影片人所导演的处女作，他是恐怖片的爱好者，导演极其邪教，恶魔仪式、伪纪录片、废弃小镇探险、囚禁等诸多恐怖元素。有意思的是，难道他想让观众看完这部电影就可以避免看其他恐怖片吗？正是由于元素过多，导致有些细节无法自圆其说，只能靠猜了。不过大体的意思还好能看懂的。好了，谢谢大家的捧场。